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上一期从3个方面介绍了迷迭香的基础养护，今天继续上一期的后续，来说进阶的干货，相信会让你有所收获。4. 进阶干货。1. 修剪塑形。很多人以为修剪会伤害迷迭香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合理修剪是让它爆盆的关键。修剪迷迭香就像给它做造型手术，不仅能让它颜值飙升，还能促进生长，让叶子越剪越多。首先幼苗期，当迷迭香长到20厘米左右时，就可以给它来一次小手术，打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掐掉顶端3厘米的嫩梢，这就像给植物下达了一个横向发展的指令，能有效打破顶端优势，促进侧枝萌发。打顶后，原本集中向上生长的养分就会分散到侧枝上，不出几周，你就能看到从叶叶处长出的嫩绿新芽，植株也会逐渐变得丰满圆润，为日后的茂盛生长打下坚实基础。其次，生长期。在日常养护中，每次采摘叶片后，要及时对枝条进行清剪，保留枝条2/3的长度。这样做能避免因过度采收导致枝条中空，影响植株的整体健康。比如，你剪下一段带有叶片的枝条做菜后，将剩下的枝条在木质化部分上方1至2厘米处剪掉，促使它在伤口下方萌发出新的侧芽，持续为你提供新鲜的叶片。最后，老桩养成。对于3年以上的老植株，种剪是激发它第二春的秘诀。将植株主干保留10厘米左右，其余部分全部剪掉，让它脱胎换骨。种剪后，配合换盆修根，去除老化腐烂的根系，换上新的肥沃土壤，给它一个全新的生长环境。经过这样的大改造，老植株会在春季重新焕发生机，冒出粗壮的新枝，逐渐长成古朴苍劲的小树桩，不仅观赏性强，叶片产量也会大幅提升。2. 露养优势。露天环境比室内长势快3倍的秘密。同样的迷迭香，放在室内和室外，生长速度和状态却大不相同。露天环境就像是迷迭香的生长加速器，让它的潜力得到最大发挥。通风方面，在露天环境中，自然风能够畅通无阻地吹过迷迭香的枝叶和盆土。这看似简单的通风条件，却有着巨大的作用。它能加速盆土的干湿循环，让土壤中的水分快速蒸发，避免积水导致的根部缺氧。而室内通风相对较差，尤其是在封闭阳台，空气流通缓慢，一旦浇水过多，盆土长时间处于潮湿状态，就极易引发根腐病，导致植株枯萎死亡。在室外，自然风就像一位勤劳的小卫士，时刻为迷迭香的根系健康保驾护航，使其生长更加健壮。温差方面，室外的昼夜温差为迷迭香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白天，温暖的阳光让迷迭香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，积累养分；夜晚，凉爽的气温则减缓了它的呼吸作用，减少养分消耗。研究表明，当昼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，迷迭香的叶片会变得更加厚实，这是因为它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合成更多的营养物质。同时，其香味物质迷迭香酸的含量也会提升40%，使得叶片的香气更加浓郁，无论是观赏还是食用，都更具价值。雨水因素。雨水是大自然赐予迷迭香的天然营养液，它呈天然弱酸性，能够调节土壤酸碱度，为迷迭香创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。每月让迷迭香接受1至2次雨水浇灌，比单纯使用自来水效果要好得多。雨水还能冲走叶片上的灰尘和杂质，让叶片更好地进行呼吸和光合作用。当然，如果遇到连续的暴雨天气，还是要及时将迷迭香搬进室内避雨，防止盆土积水。5. 实用采收。种迷迭香当然少不了收获的快乐。学会正确的采收方法，既能保证植株健康，又能让你随时享受到新鲜的迷迭香，实现阳台香料自由。采摘迷迭香叶片时，要选择成熟的枝条，也就是已经木质化部分以上的嫩叶。这些叶片不仅口感好，营养和香味也更浓郁。每次采收的量不要超过植株的1/3，以免过度采摘影响植株生长。比如，一盆茂盛的迷迭香，你可以从不同枝条上均匀地摘取叶片，让植株保持平衡生长。
新鲜采摘的迷迭香叶片，如果一次用不完，可以用厨房纸包裹起来，放入密封袋中，再放进冰箱冷藏室，这样能保存7天左右，依然保持鲜嫩。要是想长期保存，将叶片洗净晾干后，放在阳光下晒干，然后用擀面杖碾碎成粉末，装入密封罐中，放在阴凉干燥处，香味能保留半年之久，随时都能用来给菜肴增添独特风味。迷迭香独特的香味能为各种菜肴加分不少。烤鸡翅时，在腌制阶段加入新鲜的迷迭香叶，不仅能去腥增香，烤出来的鸡翅还带有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。做土豆泥时，把煮熟的土豆压成泥，加入适量牛奶、黄油，再撒上一些切碎的迷迭香，简单搅拌，一份香气四溢的迷迭香土豆泥就完成了。还可以自制香草盐，将晒干的迷迭香磨成粉，与海盐、黑胡椒按1:3:1的比例混合，无论是煎牛排还是拌沙拉，都能让味道瞬间提升一个档次，让你在家轻松做出西餐厅级别的美食。6. 常见问题急救。1. 叶片发黄，叶尖枯焦的情况。如果发现迷迭香叶尖出现枯焦现象，这通常是空气干燥和光照不足共同导致的。迷迭香虽然耐旱，但在过于干燥的室内环境中，水分流失过快，加上光照不足，无法合成足够的养分，叶片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把迷迭香移到窗边光线明亮的地方，让它每天能晒到太阳，同时每天用喷壶在植株周围喷水2至3次，增加空气湿度，但注意不要直接喷在叶片上，以免积水导致叶片腐烂。这样不出1周，叶尖就能恢复生机，重新变得翠绿。整叶发黄脱落的情况，要是整叶发黄并脱落，很可能是浇水过多导致烂根。迷迭香的根系对水分非常敏感，一旦土壤长期积水，根系就会缺氧腐烂，无法正常吸收养分，叶片也就跟着遭殃。这时要立即行动，将植株从花盆中小心取出，轻轻抖落根部的泥土，用剪刀把腐烂的根系全部剪掉，一直剪到露出健康的白色部分。然后把根部浸泡在稀释1000倍的多菌灵溶液中30分钟，进行消毒杀菌。最后换上全新的干燥土壤重新栽种，浇一次透水后，放在阴凉通风处缓苗，等植株重新长出新叶，就说明它复活了。新叶发黄发白的情况，当新叶发黄发白，尤其是叶脉仍为绿色，而叶肉发黄，这是典型的缺铁症状。迷迭香在生长过程中对铁元素的需求虽然不多，但如果土壤中缺乏铁元素，新叶就无法正常合成叶绿素，从而出现发黄发白的现象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去花卉市场买1瓶螯合铁溶液，按照1:2000的比例稀释后，给迷迭香浇一次透水，让铁元素快速被根系吸收。之后每隔1至2个月再浇一次螯合铁溶液，就能保证迷迭香不缺铁，新叶也会变得翠绿油亮。2. 越冬管理。冬季是迷迭香养护的关键时期，南北方气候差异大，养护方法也截然不同。掌握正确的越冬技巧，能让迷迭香来年春天重新焕发生机。在南方，冬季气温相对较高，迷迭香可以露天过冬。在入冬前，给迷迭香浇一次防冻水，这就像给它穿上了一件保暖衣。浇水时间要选择在傍晚，此时气温较低，水分蒸发慢，能让水分充分渗透到土壤中。同时，在植株根部覆土5厘米左右，用干草、树叶等覆盖物盖住，这样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，即使遇到短暂的低温天气，迷迭香也能轻松应对。北方的冬季寒冷，迷迭香必须搬入室内或阳台养护，室内温度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，它就能安全越冬。为了防止暖气或空调直吹导致植株脱水，要把迷迭香放在离暖气片、空调出风口较远的地方。冬季迷迭香生长缓慢，对水分的需求大幅减少，15天左右浇一次水即可，而且每次浇水量要少，只要保持土壤微微湿润就行。如果室内空气过于干燥，可以在花盆旁边放一盆水，或者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，让迷迭香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度过寒冬。到这里，利用2期视频就把迷迭香养护介绍完了。还有问题的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给到你解决办法。喜欢我的内容，不
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